美人，姑来了。呀，殿下！太子殿下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臣女不是李月。不好意思，林姑娘，姑醉了酒，认错了人。李月，你别生气，姑不是故意的。殿下请自重，臣女与殿下毫无瓜葛。李月，你怎能如此？当众跟太子殿下，你可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啊，怎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？林婉婉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母后，我和黎月情难自禁，才有了肌肤之亲，儿臣愿意负责，纳她为妾。放肆！苏黎月不知检点，勾引太子，侮辱皇家名声！来人，将苏黎月拖下去，立即处死！皇后娘娘，臣女是冤枉的，臣女没有。我苏家满门忠烈，竟因为林婉婉的一句轻飘飘的话，惨遭灭门。我竟然没死，我回到了宫宴当日。李月，你怎么了？皇后娘娘还在看着呢，你这么冒失，太没礼数了。我有点不舒服，就先回去了。改日我会亲自去和皇后娘娘请罪。这怎么行？李月，这次除了是庆祝皇后娘娘生辰，还是给太子殿下选妃的重要场合啊！你要是错过了，可就再也没机会了。我当然知道是给君承言选妃，我还知道一会儿他会醉酒忘了场合，和你当众亲密，却还要将勾引太子的罪名推卸到我身上。你说的对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我怎么能走？也不知哪家姑娘会这么走运，被皇后娘娘看上，成为太子妃。是啊，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哦不，走运的姑娘。太子殿下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臣女不是黎月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给本宫说清楚！皇后娘娘，这事关女子名誉，臣女还是不说了。吞吞吐吐，成何体统？还不快给本宫如实招来！回娘娘，昨晚臣女本想去找黎月说话，可是刚走到门口，却听到她房中传来异样的声响。臣女怕她遇到危险，刚想推回门进去，就听到她娇声喊着太子殿下的名字。母后，都是儿臣的错，是儿臣一时情难自禁，才会和黎月有了肌肤之亲。果然如同上一世一样，他这颠倒黑白的话，直直砸向我，想让我百口莫辩。天啊，真看不出来，苏家满门忠烈，竟还会出来这么一个不知检点的女子。可不是嘛，表面上冰清玉洁，指不定背地还勾引了多少男人呢。母后，儿臣自知酿成大错，但儿臣是真的喜欢她，为了保全她的名节，儿臣愿意娶她为妾。哼，连个正妻的身份都混不上，看来她在太子殿下心里也没那么重要。如此不知廉耻的女子，能进太子府已经是太子殿下仁慈了。苏黎月，念在你苏家满门忠烈的颜面上，本宫给你留个体面。3日后，你便收拾东西去太子府吧。黎月，以后姑会好好待你的。皇后娘娘，臣女方才亲眼看到，太子殿下意图轻薄的是林姑娘的手。难道仅凭林姑娘这简单的一句话，就能定了臣女的罪名？黎月，事到如今就别否认了。昨夜我在哪里？难道我自己还不清楚吗？好一个你自己清楚！我苏家满门忠烈，府邸内外到处都有带刀侍卫严格看守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试问太子殿下，您是如何在避人耳目的情况下潜入国公府，与臣女做出这等不知廉耻的事？该不会是太子殿下做这些苟且之事的时候认错人了吧？是啊，国公府满门忠烈，如今就剩下了这么一个嫡女，护卫自然森严。苏将军还出征在外，守着边疆，没有真凭实据，怎么能这般侮辱忠烈之后？黎月，你不是一直都跟我说你私下里十分青睐太子殿下吗？
怎么现在太子殿下不计前嫌，愿意求娶你，你反倒还不愿意了？何况你7日前还和太子殿下在羌郊私下见面，当时还是让我帮你们望风，这些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没想到证据确凿，苏家这姑娘还不肯承认，敢做不敢当，真是丢尽了苏家列祖列宗的脸面。婉婉说的不错，你与我是多年的手帕交，自然对我了如指掌。大家看，我没骗人，我俩关系最好了，我怎么会污蔑他呢？但我没记错的话，7日前我整日都在慈恩寺上山礼佛，连寺庙的大门都未曾踏出半步，我何曾与太子殿下私下见过面？你把时间地点记得这么清楚，甚至连望风的细节都说得头头是道，该不会真正与太子殿下私会的人是你吧？李月，你胡说什么？女子名节何其重要，你怎么能为了脱罪就这么污蔑我？你也知道女子名节重要，那为何刚刚你却口口声声污蔑我与太子有山？我没有污蔑你，所以我分明听到你叫太子的名字，这难道还能有假吗？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皇后娘娘，臣女愿自证清白。既然林姑娘说我与太子有关系，那不如就请宫中的老嬷嬷验身，让大家都看看，究竟谁才是那个与太子私会的人。别闹了，李月，这件事情说到底都是姑酒后失神惹的祸，但你放心，姑绝对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等今日宫宴结束回去，姑就立刻备上厚礼，亲自上国公府提亲可好？上一世我被处死的那天，就是君承彦八抬大轿娶林婉婉进门的那天。太子殿下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说起来，臣女和太子殿下除了在宫中遥遥见过一面，连一句话都未曾说过。这一切到底是从何而来？难道是梦里臆想出来的吗？何况我国公府满门忠烈，最重门风清白，怎能接受太子殿下这般品行不端、信口雌黄的人？李月，你别为难太子殿下了，他都已经当众认错了，你就别闹脾气了。一句别闹脾气，就想把我和君承宇私通的罪名彻底坐实。上一世我就是这么中了你们的圈套，最终惨死，还连累了大哥他们。这一世绝无可能。皇后娘娘，臣女恳请立刻验身，以证国公府清白，还望娘娘成全。苏姑娘态度如此强硬，要求验身，难道她当真是清白的？若是清白的，那林婉婉和太子这番唱念做打，岂不是？李嬷嬷，带她下去验身，本宫倒要看看谁在撒谎。请。苏姑娘，得罪了，请随老奴回大殿吧。禀告皇后娘娘，老奴已仔细查验，苏姑娘冰清玉洁，确确实实是处子之身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你们都是串通好的，是你们合谋要害我！天啊！既然苏姑娘是清白之身，那昨夜与太子在房中翻云覆雨的女人根本就不是她。那还用说吗？林婉婉连细节都描述得一清二楚，贼喊捉贼，和太子有染的，分明就是林婉婉自己。真是好一出偷梁换柱的毒计，多亏苏姑娘聪明果决，要不然这荡妇的罪名扣在头上，这辈子可就彻底毁了。可不是嘛，到时候只能委曲求全，嫁给太子做个贱妾，背着这污名，一辈子被人在脊梁骨上戳烂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林婉婉，前世你们加之于我身上的绝望与耻辱，今日我要让你们也感受一下。皇后娘娘，如今真相大白，臣女的清白已然自证。臣女今日受了些惊吓，身体实在不适，这宫宴臣女就不多打扰了，恳请娘娘恩准臣女提前告退。退下吧。太子殿下，你要干什么？不对，
事情不是这样的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绝不可能认错。昨夜跟我在一起，与我颠鸾倒凤的人，就是你苏丽月。前世你也是这般笃定，将我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任你摆布。李月，我知道你不想面对这个事实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你也不能将责任推卸到林姑娘身上。林姑娘还是个未出阁的清白姑娘，你这般凭空污蔑，日后让她还怎么见人？你到底还有没有半点良心？我真的是冤枉的，李月，昨晚分明是你派人传话叫我过去找你，说有极其重要的事要跟我商量。我想着我们是多年的同窗好友，从小便情同姐妹，我对你根本毫无防备之心。没想到你竟在今日这般当众侮我清白。早知如此，我昨晚是万万不可能去你府上，让你这般肆无忌惮的污蔑我的，你太让我寒心了。好一出姐妹情深的戏码，林婉婉，你这颠倒黑白的本事还真是炉火纯青。只可惜，今天你注定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竟然是这样吗？真看不出苏黎月表面端庄，背地里还有这种深沉的心机。是啊，林婉婉和苏黎月可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啊，她为了自保，竟然反咬一口，去诬陷好友的清白名声。世人愚昧，只看表象。你们此刻骂得越欢，待会儿被打脸时就越是精彩。够了，给本宫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昨晚我与苏丽月都不胜酒力，醉酒之后失神，一时冲动才会发生这种荒唐事。事已至此，儿臣愿意负起全部责任，求娶苏丽月为正妻，还望母后成全。你要娶她，本宫不反对，但本宫只容许君承衍娶你为妾，你可愿意？正妻我都不愿嫁给你这个伪君子，更何况是一个连门都入不了的妾室。多谢皇后娘娘抬爱，但臣女不愿。我苏家满门忠烈，世代抛头颅洒热血护国未疆，苏家的风骨受不得半点侮辱。如果嬷嬷验身的清白之身还不能向天下人证明臣女的清白，那臣女甘愿请罚，以血明志。这苏黎月倒是有几分骨气，既然她主动请罚，本宫正好借此机会惩治一番。苏黎月，你是否真的愿意受重刑，来向本宫、向天下人自证清白？是，臣女绝不反悔。来人，拿刑具来，把他们两人带过去，各打20大板。倘若打完这20大板，你们二人都不屈服，那本宫也绝不偏袒太子。等一下，不要！皇后娘娘，臣女根本无错，为何要与他一并受罚？他提出这等荒谬的要求，分明就是故意想要让臣女屈打成招。他居心叵测，还望皇后娘娘明鉴啊！皇后娘娘贵为一国之母，断案如神，自然会有分寸，岂容你随意揣测？如果受这20大板能够洗刷我的冤屈，自证清白，那我心甘情愿承受这皮肉之苦。怎么，林姑娘你反应如此激烈，这么抗拒受刑，难道是做贼心虚了？没有，此事分明就是你处心积虑嫁祸于我。我身正不怕影子闲，我有什么可心虚的？我只是觉得这样用严刑拷打、屈打成招的方式来断案，实在是不太好，有失公正。林姑娘这话的意思是说，皇后娘娘亲自下达的决断不可信了？你是在质疑皇后的权威吗？臣女不敢，臣女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君承衍，你不是最怜香惜玉吗？我就赌你看着心上人挨打，还能不能坐得住？放开我！不要按着我！我不能挨板子，我不能！好了，休要再吵闹。这20大板打完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此事就此作罢，本宫也就不再追究了。行刑！慢着！太子殿下这是在干什么？为了一个外臣之女，竟然阻拦行刑太监？难道与太子殿下在一起的人真的是林姑娘？这么说来，刚才苏姑娘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，林姑娘才是那个跟太子苟且混在一起的人，他们这是在联手贼喊捉贼呀！
太子殿下，我想问一句，你就这么舍不得看到林姑娘受罚吗？哪有什么舍不得的？姑只是认为该法过于草率，你这分明就是要屈打成招。林姑娘身娇体弱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哪里比得过你一个舞刀弄枪的将门之后？她怎么受得住这20大板？刚刚太子殿下不是还深情地说和我情投意合吗？怎么我马上要挨板子的时候，太子殿下在一旁冷眼旁观，无动于衷？反倒是在林姑娘即将挨板子的时候，太子殿下不顾一切地冲过来，生怕她受哪怕半点伤害。难道真正和太子殿下情投意合，昨夜颠鸾倒凤的人是林姑娘不成？本太子，堂堂太子，居然被苏姑娘几句话问得哑口无言，这心虚的也太明显了吧？就是啊，刚才还口口声声说讲究规矩，现在怎么连句完整话都说不出来了？本太子只是觉得你这种方法不合适罢了。对一个弱女子无端用刑，肯定是不对的。你这样武断，实在是太片面了。何况，本太子相信林姑娘的人品，她绝不会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来。太子殿下对一个从未接触过的姑娘说信任，莫不是私下里太子殿下对林姑娘很了解？否则，您怎么会对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如此信任？苏丽月，你胡说什么？本太子光明磊落。那这么看来，太子殿下是对林姑娘一见钟情吗？这么多人都期待的太子妃之位，居然落到了林姑娘手上。李月，你误会，只不过你嫁给太子之前，是不是应该先把我的清白还给我？李月，我知道你心急，但这件事情真的跟我没关系啊。臣女命如草芥，绝不敢奢想太子妃之位。只要大家都知道臣女是清白的，那我就知足了。这林姑娘说的倒也不错啊，她身娇体弱的，自然比不得苏姑娘将门虎女。就是啊，20大板要是真挨下来，那跟屈打成招有什么区别？苏姑娘这话说的好听是公平，实际上就是在逼林姑娘认罪，这心思未免也太蛇蝎心肠了吧。我国公府世代忠良，如今我大哥更是替皇家效力，远在苦寒之地镇守边疆，这如何能对得起我公府100年的名誉？如何能对得起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？那你想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？这20大板，我是心甘情愿的，还希望皇后娘娘成全。也罢，既然你如此坚持，那便……母后且慢，母后不必听李月胡说，她是在跟我闹脾气。李月，我知道你善妒，不想让其他女子靠近我，可你再怎么样也不该为难林姑娘，这真的跟林姑娘没关系，你快别闹了。是我在为难她，还是她在为难我？太子殿下是不是忘了，你刚才死死握着的可是林姑娘的手，可林姑娘却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她不是我的时候，她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的名誉？如果不是她先当众污蔑我在先，那我堂堂国公府嫡女，又怎么会沦落到要用受刑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自证清白？你强词夺理！皇后娘娘，苏家100年清流，绝不容任何污蔑。若是因为今日之举，让我背负这根本不属于我的肮脏污名，臣女九泉之下，有何面目去面对苏家的列祖列宗？苏姑娘言之有理呀，国公府世世代代都是忠臣良将，苏家之后确实不该遭受这等奇耻大辱。若是今天真的委屈了苏姑娘，那要如何面对苏家列祖列宗啊？来人，行刑！等一下，我怀了太子殿下的孩子，不能动我没听错吧？
刚才林姑娘是说她还了太子殿下的骨肉，那这回还有什么好问的？这都按烛台结了，那个肯定就是林姑娘啊！看着是个温柔懂事的大户人家姑娘，没想到背地里心思这么深沉歹毒，居然想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污蔑同窗好友，简直是不知廉耻到了极点。你胡说什么？本太子一直洁身自好，何曾与你有过什么苟且之事？太子殿下，你怎么能不承认呢？我肚子里的孩子分明就是你的骨肉啊！殿下，您忘了吗？就在那天皇家别院里。够了！本宫警告你，污蔑皇家声誉，那可是要抄家灭门的死罪！你若再敢在此胡言乱语，本宫立刻拔了你的舌头！臣女愿以全族性命发誓，我肚子里的孩子确确实实就是太子殿下的。说我今日有半句谎言，就让我天打雷劈，我得好死！这可是要遭天谴的。都以性命发誓，那肯定就是真的了吧？林婉婉怀了太子殿下的孩子，那这两人岂不是很早就……真想不到林婉婉和苏姑娘是同窗好友，背地里却这么陷害苏姑娘。这孩子都有了，还要把罪责都推卸到苏姑娘身上，这简直太过分了。要这么说来，太子殿下其实想娶的人是林婉婉，而苏姑娘只是被牵连进去的。事关皇家尊严和储君之位，绝不能草率行事。娶了苏璃月，苏家还能帮衬眼儿；可要是娶了林婉婉，除了给皇室拖后腿，哪里有半点用处？眼儿自幼在本宫身边长大，她向来洁身自好，断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。大胆林婉婉，竟敢当众污蔑太子！来人，将他打入天牢！怎么会这样？太子哥哥，你一定要救我！我还怀着你的孩子，要是被关进天牢，那该怎么活？母后，太子怎么能看上这种水性杨花还心思如此歹毒的女人？这要是日后成了太子妃，岂不是更无法无天了？太子如此识人不清，这次我回去可要跟我家那喜子好好说说。那是丞相府夫人，丞相在朝中权倾朝野，深受父皇重用，他的一句话完全可能改变朝堂局势。我费尽了多少心思，才将七皇帝争夺皇位的权力彻底扼杀。如今我绝不能因为一个女人，让我的储君之位产生半分动摇。是你当初借口勾引我，我一时不察才会酿成大错。你心思歹毒，陷害苏姑娘，怎么能将这些责任推卸到本太子头上？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君承彦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果不其然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本就是个意外。这可是太子哥哥你的亲生骨肉，你怎么能如此狠心？将皇位排在第一位的君承彦绝不可能放弃他的储君之位。上一世我便是他登基的牺牲品，他和林婉婉踩着我的头，名正言顺的成亲，而我苏家却被满门抄斩，连大哥都被牵连。太子殿下竟如此心狠，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也下得去手。真是没想到，看着平日里温和亲切的太子殿下，如今这做派竟还不如七皇子心善。哪怕七殿下如今双腿残疾，也绝做不出这等禽兽不如之事。七皇子君木慈，七皇子君木慈年纪轻轻就博览群书，对朝政也有极其独到的见解。君承彦比起君木慈来说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储君之位本该是君木慈的囊中之物，可出征在即，君木慈与君承彦一同前往，仗确实是打赢了，可君木慈也受了重伤，双腿残废，再也无法站起来。母后，儿臣不想委屈苏姑娘，也不想让林婉婉腹中的孩子有什么危险。此事是儿臣做的不对，儿臣愿意娶苏姑娘为太子妃，同时也愿娶林婉婉为妾。这么说来，还是苏姑娘赚了啊！能够嫁给太子，那可是苏姑娘的福分，以后国公府的地位更是在京城无人能及。这也算是弥补苏姑娘刚刚受的委屈了。一个太子妃之位就能够弥补我的委屈，简直可笑至极。自打我认清楚君承业的真实面目之后，就从未想过跟他有过任何牵扯。若不是我重活一世知道这其中缘由，我又会落到跟上一世一样的下场。他居然还大言不惭的说让我嫁给他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
也罢，那本宫便做主成全你们的婚事。半个月后，便让眼儿亲自迎娶你入府。本宫，皇后娘娘，臣女不愿意。什么？苏姑娘，你方才说什么？臣女不愿嫁给太子殿下。这苏家大小姐疯了不成？竟然当众拒婚！苏璃月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此事确实是我一时疏忽，才会牵连到你。我已经尽力在弥补苏姑娘了，你是否太过分了些？弥补？太子殿下在说这话之前，是否想过我的身份？我是国公府嫡女，如今我大哥也在替朝廷出力，镇守边疆。太子殿下莫不是想亲自让我大哥回来一趟，操持你我这荒唐的婚事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拿苏澈来威胁我！我知道你心悦于我，故意玩这套欲擒故纵的把戏。如今我将太子妃之位许给你还不够，你还想要什么？还没入门，你便要擅妒。如今连一个无名无分的妾室你都无法容忍，那日后你是不是要闹得我这太子府鸡犬不宁才满意？善妒是女子最不该有的。太子殿下说的对，可我国公府一直以来都是一夫一妻，连父亲也只有母亲一人，哪有什么三妻四妾的规矩？太子殿下未免太高估自己了，我从未想过嫁给殿下，何谈善妒？何况我早就有了心悦之人，又怎么会嫁给太子殿下呢？你心悦何人？臣女心悦七皇子，若是真的要嫁，也只想嫁给七皇子。你疯了！他一个双腿残废的人，如何能比得过我？苏姑娘，此等婚姻大事，你当真想清楚了？回皇后娘娘，虽然七皇子双腿残疾，但却永远都不可能做出污蔑女子清白的事情。本宫在最后问你一次，你当真要嫁给七皇子，绝不后悔？是，臣女绝不后悔。行，苏璃月，你以后千万别后悔。太子殿下不必担心，我苏璃月做出的决定绝不后悔。老七，苏小姐既然心悦你，你意下如何？回母后，苏姑娘乃是忠烈之后，驾驭儿臣这副残躯，儿臣只怕苏姑娘委屈了自己。不委屈。实不相瞒，臣女当初倾心的人并非是太子殿下，而是您，七皇子。苏璃月，你疯了！你敢如此戏弄姑？太子殿下请自重，殿下与其在这里关心我后悔与否，倒不如先关心一下林姑娘了。皇后娘娘，现在可以证明臣女的清白了吗？苏姑娘确实是清白的，此事纯属误会。至于林婉婉，勾引太子，败坏皇家名声，本该打入天牢。但本宫心善，容许你进入太子府当个妾室，等你生下孩子之后，就离开太子府，永远不得出现在眼儿面前。太子哥哥，皇后娘娘，臣女冤枉啊！臣女是真心倾慕殿下呀！太子哥哥，你救救我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就按照母后说的做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七殿下，请留步。苏姑娘有何事？我是来……苏姑娘，我知道你是逼不得已才选择我的，我不想委屈姑娘。若是姑娘反悔了，我亲自去与父皇说。我绝不反悔。七皇子若是不愿娶我，我也可以亲自去向皇上退婚，不会让殿下……只要姑娘不觉得委屈就好。
这不是七皇子迎娶正妃和太子纳妾的车队撞上了吗？正妃撞上妾室，这可是大忌讳啊！苏姑娘，请您先让让路吧，我这肚子里毕竟还怀着太子的骨肉，万一出了什么问题，苏姑娘可担待不起啊！是。成亲之时，哪有正妻给妾室退让的道理？林婉婉，你还真是不长记性。何况我为皇子正妃，你一个小妾，有什么资格让我退后？若是我今天偏不让呢？苏姑娘不让也行，只是这孩子要是出了什么差错，到时候太子责问下来，你就算是嫁给了太子，也不过只是个妾室，而我则是堂堂正正的皇子妃。难不成你还想以下犯上，行忤逆之事不成？七皇帝，今天大喜的日子，你应当知道孰轻孰重吧？还不让你的人退下！太子殿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自古以来都没有皇子妃给一个妾室退让的道理，难道太子殿下是想当着全天下百姓的面，违背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吗？苏姑娘实在是抱歉，确实是我该礼让才是。苏姑娘先过去吧。哎呀，我的肚子。没事吧，婉婉？我没事，殿下，还是让苏小姐他们先过去吧，我还能再坚持一下。苏璃月，你如此对待一个怀有身孕的人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皇兄，你为了一个妾室，当街如此说我的新婚妻子，这又是何道理？七皇子说的对，我不过只是个妾室，不值得太子殿下这么维护。我够了，林婉婉，别跟我装可怜。你当初污我清白，险些将我害死，难道你以为这笔账就一笔勾销了吗？苏璃月，你敢当众辱没皇家颜面，你找死！想替他出气，你得先去皇上那里问问，他一个妾室有没有资格如此对待国公府千金？如果没有，那太子殿下去了，说不定会更惹得圣上震怒，连他这条小命都保不住。隔壁的房间已经给苏姑娘准备好了，苏姑娘今夜早些去休息吧。我们可是拜过天地的夫妻，殿下赶我走。七皇子，难道你就不好奇你的腿当年究竟为什么会受伤吗？你知道些什么？这些不过只是我的猜测罢了。七皇子不必如此紧张，我不对劲，双腿残废多年的人，腿部肌肉早就萎缩了，摸起来应该是软绵无力的。你的腿没事？你到底是谁？这个看起来老实又无欲无求的七皇子，竟然一直都在隐藏自己。七皇子不必对我这么谨慎，我并无恶意，我只是想帮助七皇子而已。难道七皇子对皇位真的不感兴趣，也不想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吗？就凭你，你能做什么？我大哥一直驻守在边疆，手握重兵，我苏家更是根基深厚，想要在朝野上下打探一些机密消息并不困难。倒是七皇子有不少眼线在盯着，想要打听才比较费劲吧。七皇子打听不到的，我可以帮忙，我们合作，百利而无一害。那么，你的条件是什么？条件很简单，我要让君承衍无法登基。姐姐来的正好，我还担心那日冲撞了姐姐，姐姐会记恨我呢。林姑娘如今入了太子府，这规矩还是该好好学一学。苏璃月，婉婉怀着身孕，你何必如此为难她？皇兄这话说的可就有失偏颇了。妾室见正妻，行礼本就是规矩，难不成太子府的规矩比宫里的规矩还大？老七，你！皇上驾到！老七啊，近来身子如何？旧疾可还会复发？劳父皇挂你，儿臣一切都好，身体也硬朗了许多。苏家丫头，成婚后可还习惯？老七性子温和，若有怠慢，你尽管告诉朕。回皇上，七皇子待臣女很好，处处体贴，
臣女并不委屈。哈哈哈哈，如此甚好。苏家世代忠良，你大哥苏澈也快要班师回朝了，待他凯旋之日，朕定要重重封赏。殿下，这鱼肉清淡鲜美，您尝尝看，味道很是不错呢。确实鲜美，多谢夫人费心。看呐，七皇子和七皇子妃这举案齐眉的模样，看着倒是真恩爱啊。太子哥哥，我想吃那边的梅花酥。想吃就让工人去拿，何必来烦顾？前世他们踩着我的尸骨情深意重，这一世不过才几日，便已生了嫌隙，真是可笑。璃月姐姐，先前秋猎之事，爹是因为我不懂事，才惹出了那般误会。今日当着皇上与诸位贵人的面，我敬姐姐一杯，全当赔罪。林姑娘既知自己不懂事，那以后就该少开口，免得再惹祸上身。至于这赔罪，你一杯酒可抵不了我的名声。苏璃月，婉婉已经低头认错，你何必咄咄逼人？皇兄这话说的倒是十分有趣。污人清白的是他，如今他敬一杯酒，璃月就必须原谅。若人人都这样，那王法和规矩岂不是成了摆设？好了，在宴会上这些琐事不必再提起。兵部尚书，边关近来可有消息传回？回皇上，苏将军前些日子刚传回捷报，击退敌军20里，不日便可凯旋。好，待苏将军回京，朕自有重赏。父皇既如此看重苏将军，不如等苏将军回朝后，也让他多为朝廷分忧。毕竟苏家忠心耿耿，想来也不会推辞。君承渊明面上是褒奖，分明是想借机剥夺大哥的兵权。皇兄说的是，只是苏将军刚得胜归来，总该先让人歇一歇。若太过急切，反倒寒了将士们的心。老七说的有理，此事等苏趁回京后再议不迟。苏姑娘，好本事！皇兄看你的眼神，可真是让人印象深刻呀。殿下这是在夸我？夸你，也是在提醒你。君承衍看你的眼神，不像是单纯的不甘心，指不定是生出了几分新的情愫。情愫？七皇子大可放心，我对他没有半分旧情。你方才在公道上说的那样恨他，那般模样，倒不像仅仅为了秋猎场上那一件事。是啊，上一世我苏家因他一句话，成了皇家震怒下的牺牲品，凭什么？殿下说的不错，我恨他，我恨不得他失去所有引以为傲的东西。他不是最在意那儿的储君之位吗？那我偏要让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是怎么一步一步失去这一切的。苏璃月，你倒是比我想象中要更狠些。若我不狠，他们也绝不会罢休。既如此，你接下来想怎么做？殿下不必着急，按时间算，我大哥也该到京城了。早在当初与殿下商量计划时，我就已经暗中飞鸽传书给了大哥。边关的事情，我大哥自有分寸，一旦收到我的消息，绝不会袖手旁观。你倒是信他。这世上若还有谁会毫无条件站在我身后，那一定是我大哥。只要大哥一到，很多事就会变得不一样了。哼。王妃，边关那边有消息了。一入京郊，明日进宫复命，月儿莫怕，兄常在。苏澈的信。明日大哥进宫复命，必定会被召见。
君承彦今日在宫宴上已经露了怯，一旦大哥站到我这边，他就没办法拿捏苏家。可仅凭苏澈回京，还不足以扳倒太子。所以我要他自己露出马脚。镇远大将军苏澈凯旋回京，入宫觐见。看你这样子，像是终于等到了靠山。我从前就是太天真，总以为凡事能靠自己一个人就能解决。你觉得君承彦的死期到了？至少对他而言，今日不会好过。大哥一旦知道秋猎场上的事，以他的脾气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而君承彦最怕的就是苏家不再为他所用。我要让他亲眼看着，他费尽心思想要抓住的一切，是怎么从手里一点一点溜走的。哼，真正的清算，从这刻起才算开始。镇远大将军苏澈觐见。臣苏澈参见皇上。苏将军平定边患，劳苦功高，来人，赏黄金100两，绸缎100匹，另赐将军府1所。臣谢主隆恩。恭贺苏将军。皇上，臣此次回京，除了复命之外，还查到了一桩多年前的旧案。旧案？此事事关七皇子殿下。你说什么？事关老七？苏将军刚回京，怕是旅途劳顿，听了些捕风捉影的传言吧？若是无凭无据，在宫宴上提及皇子旧案，未免不妥。是啊，苏将军，七皇帝当年在战场受伤，是众所周知的意外。你如今突然提起，莫不是别有用心？都给朕住口！苏将军，你查到了什么？如实说来。回皇上，当年七皇子与太子一同出征，七皇子重伤，根本不是意外，而是有人暗中谋划，故意要置七皇子于死地。到底是谁敢谋害皇嗣？臣查到，当年蓄意谋害七皇子的人正是太子殿下。你胡说！苏澈，你这是在污蔑本太子！皇上，言儿怎么可能做出这种手足相残之事？苏将军定是被人蒙蔽了心智，受了他人挑拨啊！苏将军，此事可有证据？臣敢拿项上人头担保，绝无半句虚言。这是当年随军副将临死前留下的血书，还有边关查出的来往书信。呈上来！除此之外，臣还带回了人证。传人证！皇上明鉴，当年是太子殿下的人买通马夫，七皇子坠马后，也是他们故意掩护军师救治，想让七皇子彻底留在边关啊！你竟敢污蔑本太子！父皇，这都是伪证，是他们合起伙来陷害儿臣。陷害？太子殿下的意思是，我大哥堂堂边关主将，会拿自己的身家性命陪你演这场戏不成？君承彦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话说？父皇，儿臣冤枉，儿臣从未做过这种事，是他们联手陷害我。陷害？难道那书信上的官印是假的？你当朕是傻子？皇上，言儿素然有错，也绝不会做出谋害兄弟之事啊！来人，拿下这群乱臣贼子！父皇年迈，受奸人蒙蔽，今日这储君之位，儿臣绝不能让！逆子你竟敢逼宫！皇兄，你高兴的未免也太早了些。你的腿没废，这不可能！传朕旨意，皇后失德，教子无方，今日起打入冷宫，无诏不得出。太子君承彦谋害皇子，意图谋反，废去太子之位，押去皇陵，终生不得离开半步。林姑娘
既已入太子府，便随废太子一同去皇陵。父皇，我才是名正言顺的太子，我才是储君啊！将这俩人带下去。后来我听人提起，林婉婉在去皇陵后不久便小产，我听完只淡淡静声，再无别的反应。她的孩子与我何干？君承衍被废后不过3月，皇上便下旨传位于七皇子君木慈，我也终于等来了一场真正属于我的大婚。月儿，今日一过，你便是母仪天下的皇后了。往后若她敢欺负你，哥哥便替你讨回来。国公府和大哥永远是你的底气。哥哥放心，月儿明白。吉时已到。月儿，哥哥背你上花轿。吾皇万岁，皇后千岁。璃月，你可曾后悔选了我？从未后悔。前世血海深仇，今生风雨算尽，好在最后陪在我身边的人是他。从今往后，我护你，护苏家，护这天下，也只偏爱你一人。陛下，对我来说，所爱之人在身侧，便是最好的结果。